你從小聽到大的曹操72遺種傳說，或許就是騙了你整整1000多年的三國第一大謊言。故死生杀人甚多，死後你們要在德章府5城外修遺種72處，斷不可讓世人知道故的葬處。坊間一直有這樣的說法，曹操為人生性多疑，當年又靠盜掘古墓籌措軍饷，深知盜墓的門道與後果。臨終前他擔心自己的墳墓遭人盜掘報復，特意下令在張德府一帶修建72座假墳，混淆視聽，要讓後世永遠找不到他的真身所在。這段故事幾乎人人耳熟能詳，就連不少歷史读物、民間譯文都把它當成事實來講述。但今天我可以很負責地告訴你，這整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後人一層层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謠言。正史之中沒有半個字提及曹操設立遺種，考古界更是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把所謂的72遺種遺址查了個底朝天，每座墳墓的主人身份都考證得清清楚楚，他們跟曹操半點關係都沒有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歷史上真實的曹操到底有沒有設下這套死後迷魂陣，消失了1000年的曹操真墓，最後又是如何被考古队找到的？今天這期節目，我們就從史料原文、考古實證、人性規律3個維度徹底解開72遺種這場延續了1000年的歷史誤會。首先我們得承認，這個謠言能傳得這麼廣這麼久不是沒有道理的。放在曹操身上設遺種房盜墓這件事聽起來實在太順理成章了。為什麼？因為2個標籤實在太深入人心。第一，他生性猜忌，殺伐果斷；第二，他自己就是中國歷史上官方盜墓的開山祖師級人物。先說多疑的人設，正史《三國志》裡明確記載曹操性忌，也就是天性猜忌心重，对身邊人時刻抱有防備，一生之中誅殺過不少謀士、將領乃至侍從，再加上後世文學演義裡夢中殺人誅殺呂伯奢一家等經典橋段的渲染，曹操奸詐多疑的形象早就刻進了民間的集體記憶裡。一個連睡覺都怕身邊人暗害的人，死了怕自己墳被人挖被人毀，多修幾座假坟掩人耳目，這邏輯聽起來簡直天衣無縫。更重要的是第二點，曹操確實和盜墓脫不了干係，甚至是第一個把盜墓行為軍隊化、編制化的軍閥。這件事有明確的文獻出處，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當年為袁紹撰寫的《為袁紹習豫州文》，後世俗稱討曹檄文。這是兩方開戰前的官方聲討文，專門列舉曹操的種種罪狀，其中就實打實地舉報了曹操組織軍隊盜墓的行為。文章裡寫道，曹操專門在軍中設立了2個正式軍官職位，一個叫發丘中郎将，一個叫摸金校尉。這裡給大家做個通俗解釋。發丘就是挖開墳墓，中郎將是漢魏時期的中高級軍官銜，摸金就是摸取墓中隨葬的金銀財寶，校尉也是正規軍職。翻成白話就是曹操的部隊裡有專職的挖墳隊伍，带正式軍銜，有编制，軍隊打到哪兒墳就挖到哪兒，靠攫取历代王侯墓葬裡的寶物來補充軍饷開支。陈琳還在檄文裡寫了一個具體案例，曹操親自指揮士兵挖開西漢梁孝王的陵墓，撬開棺椁，拖出屍骨，將墓中隨葬的金銀珠寶一掃而空。據說這一票收穫的財物足足養活了他的3軍將士3年。当然敵對方的聲討文難免有誇大成分，但曹操軍隊從事大規模盜墓基本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。東漢末年天下大亂，軍閥割據混戰，糧草錢財極度匱乏，盜墓是來錢最快的方式。當時很多軍閥都幹過這類事，只不過曹操做的最體面，直接給盜墓人員封了正式官職。那麼順着這個邏輯往下推，一個靠挖別人祖墳發家的人，難道不怕自己死後落得同樣下場？按照普通人的常識判斷，肯定怕。所以72遺種的說法一出，幾乎所有人都會下意識覺得這太符合曹操的作風了，但符合邏輯不等於就是事實。我們先看最权威的一手史料，曹操自己親口定下的丧葬規矩，以及曹魏时期的正史記錄。曹操生前曾2次正式下令，安排自己的身後事分別是中令和仪令。這2份文件不是後人杜撰的，是當時朝廷官方存檔，後世被收錄進《三國志》注解中的一手原始資料。先說中令，這是曹操在去世前數年就頒布的喪葬總規則。他在令中明確指定了墓葬位置，葬於邺之西原上，與西門豹祠相近。
鄴就是鄴城，曹魏政權的核心都城，遺址在今天河北臨漳縣與河南安陽交界一帶。西門豹是戰國時期治理鄴地的名臣，當地百姓為他修建了祠廟。曹操說得非常清楚，我的墳就建在鄴城西邊的高地之上，挨着西門豹祠。與此同時，他還特意強調了2個核心要求，第一個叫不封不樹，這裡解釋一下，封指在墓葬上方堆起高大的墳頭土堆，樹指在墓地周圍種植樹木作為標識，不封不樹就是不起墳堆，不種標誌樹，從地面看幾乎察覺不到地下有墓葬。第2個要求是薄葬，曹操明令墓中不許放置金銀珠寶、銅鐵器物，隨葬品全部用陶器、瓦器，連壽衣都不用新制，穿平時的常服下葬即可。後來他臨終前頒布的遗令更是細碎到了家務事，後宮姬妾如何安置，家裡剩餘的香料如何分配，甚至連剩下的衣服鞋子怎麼處理都一一交代，唯獨半個字都沒有提到設遺冢修假墳。你想想，曹操是個心思縝密到連家裡零碎物件都要安排妥當的人，如果真要修建72座假墳这麼浩大的工程，怎麼可能在遺囑裡一筆都不提？再看正史《三國志》《魏書》《武帝紀》的官方記載，曹操病逝當日葬於高陵，短短4字乾脆利落，沒有任何關於真假墓地、故布疑陣的描述。而且整個曹魏時期，從魏文帝曹丕到魏明帝曹睿，歷代皇帝都有前往高陵祭拜的明確記錄，朝中大臣也有隨同謁陵的相關記載。如果曹操真的設了72座假墳，連自己的子孫後代都分不清真假，那他們每年祭拜的是什麼？更有意思的是，一直到唐朝，曹操墓的位置都不是什麼秘密。唐太宗李世民當年征討高句麗，路過鄴城時，還專門派官員前去祭拜曹操墓，並親筆撰寫了祭文。試想，如果當時就有72遺冢的說法，李世民難道要72座墳一座一座拜過去？這足以說明，從三國一直到隋唐，整整好幾百年間，根本沒有人聽說過曹操設遺冢這件事。曹操的高陵在哪兒？世人皆知清清楚楚，毫無懸念。既然史書裡沒有，那民間嘴裡72遺冢的現實原型到底是什麼？這就要說到河北磁縣的那一大片古墓群了。在今天河北省邯鄲市磁縣城南到城西的曠野之上，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座隆起的土丘，當地人祖祖輩輩都堅信，這就是傳說中曹操的72遺冢。這個說法從明清開始就廣為流傳，當時的地方志還專門記錄曹操72遺冢在磁州城南累累不絕，當地百姓對此深信不疑，甚至歷代都有盜墓賊衝着曹操的名頭專門來這片區域盜掘。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，國家文物部門對這片墓群進行了系統的考古勘探與搶救性發掘，結果一公布，當地傳說直接被打了個粉碎。這片墓群裡登記在冊的墓葬一共有134座，比傳說中的72座還多出近1倍，但它們既不屬於曹操，也不是三國時期的遺存，而是比曹操所處時代晚了300多年的東魏北齊皇家貴族墓群。這裡簡單補充一下背景，東魏、北齊是南北朝時期北方的2個相繼政權，他們的都城同樣設在鄴城，因此皇親國戚、文武大臣死後大多葬在都城西南的郊外區域。考古隊在發掘中出土了大量墓志銘、陶俑、青瓷與壁畫，絕大多數墓葬的主人身份都可以明確考證，有東魏的皇室宗親，有北齊的開國將相，甚至北齊高祖高歡的一平陵也在這片墓群之內。換句話說，被民間傳了幾百年的曹操72遺冢，本質上是北朝的皇家陵園，跟曹操沒有任何關係，只不過歷經千年戰亂與地貌變遷，這些墓葬的地面標識蕩然無存，當地人不知道墳的主人是誰，又剛好聽過曹操遺冢的傳說，就直接對號入座了。這是考古學對72遺冢傳說的第一次實錘。你們口中的72座曹操假墳，壓根兒就不是他的。那話說回來，曹操的真墓究竟在哪兒呢？時間回到2006年，當地村民在田地澆水時，發現水總是往同一個地方滲漏，後來才發現地下有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，是盜墓賊打出的盜洞。當地文物部門接到舉報後，考古隊隨即進場，對這座東漢末年的大墓展開了搶救性發掘。這一挖就挖出了震驚全國的曹操高陵。一開始沒有人敢斷定這是曹操墓，考古隊也是一邊發掘一邊尋找關鍵證據。最終鎖定墓主人身份的是墓中出土的數十塊刻銘石牌，這類石牌類似於今天的隨葬品標籤，上面刻着每件陪葬器物的名稱與數量，用於登記核對。其中有多塊石牌上清清楚楚刻着一行字：魏武王，常所用葛虎大戟。這裡給大家拆解2個關鍵信息。第一，
何謂魏武王？曹操生前受封為魏王，去世之後朝廷給他的諡號是武，因此下葬時的正式稱號就是魏武王。這裡注意，此時曹丕還沒有代漢稱帝，魏武帝是後來追尊的帝號，不會出現在墓葬隨葬品上。魏武王這個稱號是曹操去世時獨一無二的身份標識。第二，常所用就是平生日常使用的意思，也就是說，這些石牌對應的是曹操生前親自用過的兵器，作為随葬品放入墓中。除了石牌之外，考古队還在墓後室发現了3具人骨殘骸，1具為男性，2具為女性。經過古人類學鑑定，男性墓主去世時年齡在60到70歲之間，而史書記載曹操去世時享年66歲，年齡區間高度吻合。再結合墓葬的地理位置，正處於鄴城以西的高地，與史料記載的西門豹祠西原上方位完全對應。墓葬的形制、規模也完全符合漢魏時期王侯級別的墓葬標準。最終在2009年，国家文物局正式對外公布認定結論，河南安陽西高穴村這座東漢大墓就是正史記載中的曹操高陵。至此，流傳千年的72遺冢傳說在實打實的考古實證面前徹底不攻自破。曹操不僅沒有設下72座迷魂陣，反而把自己的墓葬位置說得明明白白，用薄葬不封不樹的低調方式对抗盜墓風險。反倒正是因為這份低調，讓地面標識消失於歲月之中，才給後世的傳說留下了無盡的發揮空間。遺冢這個說法第一次出現在歷史記錄裡是在北宋中期，當時一些文人的筆記詩作當中開始零星出現曹操設遺冢的說法，但注意，此時還沒有72這個具體數字，只是模糊地說曹操為了防盜設了假墳，數量多少，分布在哪兒，沒人能說清。與此同時，曹操的公眾形象也急轉直下，從治世之能臣徹底滑向亂世之奸雄，而且不斷被貼上奸詐、陰險、狡詐的標籤。當一個人被先貼上了壞人的標籤，大眾就會自動給他安上各種符合壞人人設的事跡。既然曹操是奸臣，那他肯定多疑，肯定怕死後被人掘墳泄憤，那設幾座遺冢掩人耳目，不是再合理不過了嗎？就這樣，曹操遺冢的說法伴隨着曹操形象的惡化，在北宋民間慢慢扎根了。到了南宋，尊劉貶曹的風氣達到了頂峰，曹操遺冢的說法越來越常見，而且數字慢慢被固定成了72座。為什麼是72？這個數字其實很有講究，在中國傳統文化裡，72是一個充滿神秘感的經典數字。孔子有72賢弟子，孫悟空有72般變化。古代傳說中，很多事物都喜歡用72這個數，既顯得有依據，又自帶離奇色彩，非常適合傳說的傳播。真正把72遺冢釘進大眾集體記憶的是元末明初成書的《三國演義》。《三國演義》本身就是尊劉貶曹思想的集大成之作，把曹操奸雄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。書中專門在曹操臨終的章節裡加了一段遺命於張德甫講武城外，設立遺冢72，勿令後人知無葬處，恐為人所發故也。你看，連地點、數量、動機都寫得有鼻子有眼，跟正史記載似的。從此以後，曹操72遺冢就不再是文人筆記裡的閒談，而是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歷史常識。就這樣，一個北宋文人隨口編出來的段子，經過幾百年的層层疊加，文學放大，最後变成了流傳1000年的歷史真相。歷史最迷人也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。有時候我們堅信不疑的常識，可能只不過是古人編出來的一個精彩故事，而真正的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被我們忽略的平淡無奇的細節裡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。如果你還知道曹操72遺冢更多不為人知的隱藏細節與歷史秘密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分享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以假亂真的歷史懸案，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每期更新都會第一時間通知您。我們下期再見。